好，那开始哦。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维园，要来打棒球。对，这是垒球。哦，对不起。垒球比棒球大颗这样。哦。对，老板假日都在打这个。OK。打了，我从小学就开始打。哎呀。对，然后一直到我现在都还在打，这样几年了？20快30年。可能有20多。所以我是高手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吧？不会的，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。好，我们讲重点。好。先讲哪一支？这一支。好，阿夸迪帕玛。哦。帕尔马之水。帕尔马之水非常知名啊。知名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介绍一下。我现在讲几支 OK 的，大家听一下。什么？等一下啊。我知道它是意大利品牌。对啊，它是意大利品牌。然后它的那个无花果。哦，无花果。不错。和那个什么，和 Dipsy 的无花果是齐名的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就是2个非常知名的。那你有闻过？这2个无花果我都有。你都有啊？哦。对。好，那你一定没有这一支 Aqua di Parma 的木兰。当然没有。高贵木兰。一定没有。一定没有。这20ml 的随身瓶哦。是。给你看它多漂亮，长这样子。镜头走一下，是不是？外面是很有质感，对，皮套。对。然后外出的时候就拿起来这样。哦，这里面有一个说明书，然后这个有一个绒布套，我不晓得是绒布套还是什么，就是看一下。哦，对，绒布套。绒布套还可以给它这样装进来。哦，有够高级的。高级。对啊。其实他在设计这包装，还有他的这些周边的材料，对，是蛮用心的哦。对啊。因为他有思考到说，哎呀，他这个扫墨数哦，原则上它一定是西型的啦，旅行装啦，或希望能够补香的啦。对。所以套起来，他的东西其实还蛮不错的。是啊，这么高级。哦，拿出来这样，而且这个皮革质感我喜欢。那它喷头是这样子推出来的。哦，转的吗？没有推出来，它这边有一个很像那个铅笔这样给它推上来这样。这个设计还不错。没有听过这一种。对，再推一次这样。法拉利的级。这个品牌意大利来的。对，意大利。在地中海。是。好。所以它地中海，它之前它有一些比较清新的。清新的香水。蓝瓶。对，蓝瓶。蓝瓶。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一支木兰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维园。好。换我。那收回去是这样，方便。哇，真的是，哇，花香四溢耶，马上出来呢。哦，金芳哦。哦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适合现在哦。适合现在。可以。它是夏天让你不会觉得闷热，然后。对啊。舒爽的。花香调。而且男生绝对可以啊。男生也可以。对，就绝对可以，男生绝对可以。哦。它这个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。它这支哦，跟它的品牌还有它知名的几支香啊，其实呢，它的方向都还蛮一致的。那几支比较厉害的像什么？什么加州桃金娘这种，对，有没有？还有那个阿玛菲无花果，对，有一些什么阿玛菲什么卡里岛橙之类的，卡布里岛橙啊之类的啊。对。我闻得到它前面有一点这个柑橘的果酸的味道，然后花香是很明确的，但是你闻得到它的橙哦，以它很出名的就是橙，对，哦，他喜欢出橙这个系列嘛，对不对？那维园觉得？我觉得它真的是有他们几支有名的综合的感觉。我有几支综合，就是有几支他们知名的融合在一起。我闻起来觉得有这种感觉。就我个人。OK， 就一喝就是它的综合果汁，对，是。想到对他家的综合果汁。维园刚才讲说他有闻到它的感觉像是一种汤底啊。汤底。对啊，有它的一种特别的汤底。是。
它汤底都是一些清新嘛、香柠檬之类的汤底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无花果也做得很好，陈也是做得很好，所以在这个汤底之下，它现在这一支木兰呢，它应该是再往花香的部分去堆叠啦。像它的中调的像它有一些什么木兰啊、玫瑰、茉莉、晚香玉这种东西，就放进去了。那这种白花系列一般的话，如果它如果太强势的话，是会很抢的。那这个是没有很强势。是啊，不会。像我这是晕白花，这个看起来是 OK 的。哎呦 ，OK 啊，翔哥没有晕。它这个给我感觉就是花跟橘子融合的非常的好，就是你在花园里面吃橘子这样子，这50-50，非常的贴合。是，它的比例不会说花很突出，然后就只有花没有，它就是花跟橘子这样子。那委员，说说看。说看咯。我真的觉得真的是，度假真的是喷这个就对了。度假。对啊，池子啊。那你觉得西瓜比较好还是橘子比较好？没错，不知道我会出这一题吗？我觉得这个闻起来就像邻家小女孩一样。那我们谈一下它扩散的原则上，我觉得你大概手举出去1只手的距离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走过是可以闻得到。那如果我手再伸出去的话，又可以在1只手的距离。是。然后，我好像老板讲什么都是，我好像没有deny过。然后呢，原则上就是会让人家闻到了，就是1只手距离走过去都会感受到女生的香味。还有另外一种香味是香味的辨识方法是说，有可能让你感觉很强势。像有些白花很强势，气场很强大。这个刚才说它是有点邻家小女，就是说它不会是气场很强大，是一种平易近人，觉得很容易亲近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香味给我的感觉是这样。那你要让我仔细讲出什么木兰第几趴跑出来啊，什么晚香玉什么时候跑出来，我讲不出来，因为它原则上融合的还蛮好。它有晚香玉有晚香玉吗？有，那别说有晚香玉，香调表里面有，但是大家都知道看香调表不准嘛。对了，我现在有闻到一些微微的这个乳香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。你是指的是奶香还是对奶感？奶香跟乳香有什么不一样？它乳香有一种乳香是树脂还是什么那种？不一样就对了。对。所以我要讲清楚，对不对？对，奶感。那这个是，我们讲一个那个意思。真的好像有。就是研究了好。有人去研究说大概18岁的少女、19岁、16岁的少女的体味，里面有哪些东西的香味？就有人说，有乳香。对，所以有一些叫做心机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喷了之后，好像没有喷一样。对，你知道吗？通常那种心机香就会有这个乳香。OK。对。那它是有一点勾人的味道出现吗？没有，就是体味。有人去找那个18岁啦年轻的少女身上的体味，然后去把它分析出它里面有哪些香水。然后呢，比如说一般什么比较知名的一些大佬，什么秋啦或者什么，他们会根据这个去找一些这类的配方做出来，成为他们一个很受欢迎的香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大家也会讲这个是一种心机香，有喷好像没有喷一样，好像类似体味一般的。所以乳香这个东西啊，如果后面跑出一些乳香啊的一个状态的话，其实是蛮好的。对。那你说的乳香还是奶香？应该是奶香。对。因为我有听过一派，它的定义就是乳香就是类似树脂的这种香嘛，对不对？并不是说这个。你是献给耶稣的那一种吗？对，他们会用对，他们是这样子定义，不是那一种，不是那一种，你说的是奶香嘛，牛奶的那个香啦，对。我刚刚闻到是有点牛奶的这个奶香，对。像有人很喜欢无花果无花果会带，后面也是奶，对，会带味道，对，会带，类似那种味道。OK，对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这样形容有一点，对吧？行啊，很棒。献给耶稣的，不是献给耶稣的，3种，不是献给耶稣，焚香是献给少女的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
这个舒服啊，还不错舒服啊，年纪不会对啊，太大。我觉得这个对，我觉得这舒服的。亲和力很好。那个里面是不是有白色香？我总觉得有类似那白色香的味道。对，麝香会有点粉粉。我一直我闻到总觉得类似，就是闻到的是白色的味道。应该是白色香吧？我觉得好像有。还有有吗？有，感觉有。我觉得好像有。OK。乳香白麝香啊。对。白麝香也是卖超好。是啊。白麝香好像就是高人的一个味道。一个基。对，白麝香就是啊。对啊。所以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有查到一件事情，是那个香调表里面啊，有写一个叫蹄兔。蹄兔，兔子，蹄兔，对，蹄。我后来去查什么叫蹄兔，他说有点像麝香。哦，以后有这个蹄兔，我们再特别列出来。不是可以注意一下，是不是？看哪一支香水里面有蹄兔。因为有一些喜欢，有一些高定啊，或是那个小众香水，他会想要有一些比较天然啊，或更高级的成分在上面。好像都落在基底调蹄兔。对。好，所以这个前调。以花香调来说，它应该算是，你说它清新吗？我觉得清新跟成熟介于之间。我自己觉得啦。那如果是在这一个范围，你觉得这个花香调0到10，你会给几分？多远？8.5吧。8.5。对啊。8.5。你平常都给几？都给6。没有啦。8.5算还不错，8.5、9分之间啊，对，蛮高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真的。那神秘老帮手，这个东西哦，它是这个香味是比较线性的哈，那它不会像那个不会说层次非常多了，起起伏伏跑来跑去啊，转来转去这种的，对，不会像我们昨天那样子，很直接，它那种是老司机在开的车。昨天那个是老司机在开车。这个很直接哦，然后亲和力也很好，接受度非常高。对，我这个品牌哦，这个刚才提到什么加州什么娘啊、桃心娘啊，或者是香柠檬那种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举例这样好了，刚刚讲到昨天我们拍的是那个卢丹斯嘛，对不对？卢丹氏嘛，卢丹氏。就是很搞怪的，哇！那一开始转来转去，对，就是老司机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这一个反而就是比较感觉前面温温的、稳稳的，然后比较线性，感觉啊，目前因为是前调嘛，这就很像今天开车来载你来的这个老司机哥，真的，他就是昨天那支香水，然后你就是这一支香水，然后我就是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载你的时候就是很安全，对，说的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是对，令人安心的香，很温暖。对，他一来的时候就跟我说，我刚刚给哥在路快吐了。上车就已经发偶对，真的，他第一个入口都对，然后他想说他儿子坐他的车，就是直接叫他自己拎着。对，我说你会为了小孩就是稍微控制到是不会啊，我就拿我推给他说好，太酷了，好，非常棒的这个老司机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再回来闻这一支的后调，好吗 ？OK， 那镜头待会再走一次，好，好，回来的时候还是会看到这一支哦，待会见。拜拜。开始啦！hello， 嗨，维园回来了。维园你太高了，我镜头要拉远一点。哦，对，这样才均衡。我对准对不对？对，有对准。哎呦，好，那我们回来讲这一支的后调了。好不？好。你刚刚在镜头后面跟我说了真心话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要如实的在镜头前面跟观众朋友说真心话，这才是我们的宗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一支你后来闻它的后调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它味道真的蛮有趣的，我挺喜欢的。对，他说它相对刚刚2支花嘛，好，一支是这个木兰，一支是 Miller Harris 的 Gardenia，那他说他觉得这一支比较有趣。对，好，怎么样个有趣？就是你会一直去找它的味道。哦，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对，就是后续还有什么？对，后续还有什么？对，虽然它可能味道就是那样，可是就觉得还可以发现什么？那种感觉，你还能发现什么？你这个说法挺好的，继续。那你后来有发现什么吗？后来就发现也没什么，不是？
赶快救驾，老司机。老司机，我在看了一下爆车的香场面料表的后调哦，居然是广藿香、哦，香根草哦，哎还有香草。所以从这里面呢，你可以思考一下哦。嗯，虽然香调表不太准哦，对，它应该就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它是木质调。啊木质调让你对，喜欢木质调的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部分，它里面刚才我讲的香根那个香草对， ，Valina，嗯， Valina 对，啊，Valina 它的香味还有这个奶香和甜味，跟前面的木兰那个什么木兰啊，还有这些白花啊，合的非常好，哦，有没有？啊，哎，然后抱歉，老司机，你刚刚讲到，你刚刚讲到香草，是不是以前你看我们以前吃那个小美香，它就是香草冰淇淋嘛，对对对不对？对，事实上我就觉得它就有奶香，奶香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搞不好是奶香是来自于这个哦。我再提供一个状态，欧美的女生，对，哦，欧美的香水博主对，很爱香草。哦，那就是香草 Valina，对你每次听他讲英文的时候，就会听到一个 Valina。 ，Valina，对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呢？对很简单，因为外国的女生啊，让人觉得性感，对，就是甜美，对，叫 delicious，就是香香甜甜的，紧喝夹，想把你吃掉，很可口。对，啊对，delicious，紧喝夹是一个。我很慢所以这个香草啊，哈，这个喜欢香草的朋友们，我觉得这一支后调是香草，真的对，它有在表达一些事情。是它这支是来自于意大利的。意大利，然后不会甜的，可以稍微认识一下这个听到香地中海草就觉得很文化甜，哦，还有这边的西方人，它是一个文化发源地哦。是希腊是从那里来的。我闻这一支它是没有甜味的，对，不会甜，对，那它就是花香，但是后面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奶香可能要再更多一些，大概55:45的感觉。哦，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更正是，我们刚才强调了什么？香草和伊娜对，香草很甜，这个是微甜，对，微的，没有很甜，没有很甜，对对对，大概几分糖？我看不到3分而已，有到3分啊，10分，如果10分里面大概3分糖吧。是哦，然后外国博主他们最爱的那种都在5分以上、6分、7分那种。对，你知道吗？那种。OK。那维园呢？觉得这一支很有趣，还有什么后调给你的感觉？其实会想再拿一杯那种，刚我们说综合果汁吗？啊，那种果茶，综合果茶。喝边喝边看着风景，我觉得蛮享受的这个味道。对，如果说刚刚 Miller Haze 是在户外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支其实比较偏在室内看着地中海的这个，就是看着地中海的海面这样子。我觉得应该是说半室内吧，半室内，对，半室内就开放性的，对，开放式的室内比较直接，我觉得是很舒服，对，好，很舒服，你会一直是会想去一直闻它，对，一直去寻找，没错，这个味道，对，好，OK，一个妹妹一直被寻找，哎呦，好，不晓得是不是这一支是你要寻找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给它一个特写，很有质感的，我觉得那个超有质感，好吧？记得是这样子，按下去推上来，好，按下去收下来，就是要按的，哦。那如果你要硬要弄这样没有按的话，它就会下不来了，所以按下去就收起来，按下去推上来。OK， 好，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这一支木兰的介绍，这是 Acqua di Parma 意大利的代表。待会见，拜拜。